上呢就是仁威祖庙啊，很漂亮的牌坊。应该这些公园都是打开了，所以呢没有什么围墙。这里呢就是荔枝湾景区了。现在呢我借到荔枝湾冲边上的一条小道向前骑行。这条路呢应该是比较优雅的，保存着完好的西关那种街区，还有那种文化味道的街道。时不时到这种历史街区来穿行一下，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现在我们这边看到的就是大湾区的艺术中心，那个三馆合一的巨大的建筑物。嗨，大家好。现在呢，我来到了广州的荔湾湖公说话间呢，已经终止了拍摄。原来是内存卡满了，那我又换了一张内存卡，来到了半塘五约叫历史文化街区。我们来看看我边上呢就是仁威祖庙很漂亮的牌坊。边上呢也有一个介绍仁威庙的一个石碑，讲的是一个古庙供奉的是观音。我们到里面推车逛一逛其实这里呢已经在荔湾湖公园边上了。现在呢我走到了这个仁威古庙边上也是建于宋朝的一个古庙，有900多年的历史了，非常漂亮的一个古色古香的建筑物。当然也跟我们今天看到的白云仙观还有三元宫那边一样都是道教的建筑。我们可以看一看非常漂亮的地方。还是有很多信徒在那边跪拜上面写的严禁拍照，我也就不进去了。这就是广州，大家可以看一看其实在老城区有很多的这种古庙，只不过中国经历了一代又一代的毁坏，但是等到经济好一点的时候呢，又会把它恢复起来。但凡也就是这样的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所以呢使得这样的一种文化呢还是可以得到保存。好，我就继续骑着我的车随意的转转这边呢就是半塘。现在应该这些公园都是打开了，所以呢没有什么围墙，你随便进来就好。那我想对面的应该就是半溪酒家了，这片水域我也在这边稍稍的坐一坐，休息一下。在半塘里面稍微休息了一会儿。
其实我的边上呢就是泮溪酒家，我相信这边呢应该已经是荔湾湖公园里面的街道，走走。果然啊，这边里面的才是正式的荔湾湖公园。但是这边呢已经是荔湾湖公园连通的水域了，而且就在泮溪酒家的边上，应该是不错的一个地方。好，那我们现在走路出去。现在呢，我已经回到了半塘街上来骑行了。前方呢，多宝路、龙津西路，而这边大家最愿意来的呢，就是前方的泮溪酒家。右侧呢，才是荔湾湖公园的正门。这里呢就是荔枝湾景区了，也就借道到这边来通行一下。这边还遗留着一些以前的西关大屋。我的身后呢是荔湾区博物馆，这边呢是非常好的休闲的场所啊，但因为已经来过无数次了，我今天就不到里面去逛，就借道通行一下而已。
整个荔湾村呢，也是以前啊，就是都用石板覆盖，变成一条马路的地方。那终于呢，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啊，把它恢复成原样，又重新挖开，做了好的排水。但是呢，其实每当洪水来临啊，这边还是显得非常的脏。这边又在进行维修，可能只能推车上桥了。但是呢，可以看看啊，在这座至善桥上，来看看荔枝湾村。看来现在水很少了。眼前的呢就是荔湾湖啊，但明显的现在水好像降低的很多，看来多雨的季节快要过去了。现在呢，我借到荔枝湾村边上的一条小道啊，向前骑行。我知道从这边出去呢，可以去到恩宁路上，也就是永庆坊边上。这边的河道呢修成一新啊，但是河里的水啊，水位非常的低啊，你看那个河底都露了出来，这不知道是为啥呢？那个公司提那个吗？这个河边呢，还是有老百姓的社区啊，还都住在这里。但是比起前一两年呢，破破烂烂样子，都已经做了很多的美化啊。从这边出来呢，就是恩宁路，对面就是西关培正小学。这条路呢，应该是比较优雅的，保存着完好的西关那种街区，还有就是那种文化味道的街道。马路的左侧里面呢，现在统称为永庆坊，变成了
文化街区旅游地点。这是我今天骑行的第3段啊，顺着广州的旧街区随意的骑行。那我打算呢，从这边啊辗转骑到沙面，把沙面呢作为我这一段骑行的终点。那我们就一路骑过去看看吧。其实这里的每一条设置的弄堂或者说小街道呢，都是非常有趣啊，可以进去看看。但是呢，我又看到好像都在进行一些修建重建。我的左侧呢，就是永庆坊的一个路口。永庆坊呢，应该做了第2期，还不知道是不是进入到第3期的建设了。一般呢，也都是有亲戚朋友来啊，就会到这边来体验一下，到浣溪酒家喝个茶、吃个饭，那我觉得说也是蛮有趣的。你看啊，这条街道呢有很多广州的老字号，前面呢就是莲香楼，相信呢这个是他们的总店啊。左侧这个就是莲香楼。从这边再往前去呢，就是步行街了，相信单车也不让通过了，那我就只好拐弯。这条第10浦路右转进到诸基路，这是诸基巷延伸而来的一条马路。你看啊，这边的这种小街小巷就显得有点暗无天日，但是很多商铺呢照样在那边坚持开店，不知道有没有生意做啊。有这种是亟待改造，但是也让人束手无策，不知从何改起的街区。
看到这边有很多的批发商啊，都是卖那种干货、药材等等，这里很多。就说这条街对面的就是沙面啊，但是要怎么才能够去到对面呢？我觉得最靠谱的办法呢，就是推车上人行天桥。好不容易呢，来到了这条天桥上。推着车过了天桥啊，现在我的左边这条河道的里面呢，就是沙面岛了。打算呢进到里面再去转一转，把它作为今天骑行的最远的目的地。前一阵子来这边啊，这个河里的水差不多要漫到街上了。但今天呢，最起码向下沉了1米多，水少了很多。现在呢，我已经进到了沙面里面了。这边呢，就是完全不同风格的街区了，就有点像以前的巴黎、伦敦俄罗斯欧洲的这种建筑物。因为确实呢，也是以前这些租界啊，就是外国人在这边租用的一些土地建的房子，成了他们的主要的生活区，大概是这样子的。时不时到这种历史街区啊，来穿行一下，我觉得也挺有意思。想商业化，它能够唤起一些回忆啊。其实你啥也不想，就在这样的街区走走，好像有一种异国风情，让你的心情呢会发生一些变化。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一种修行。现在这个前面呢建了一个很大的这种立体的停车场，解决了很多停车的问题啊。这边呢最多就是那种拍照的青年男女，大家都想在一些比较特别的建筑物门前留下自己的倩影。
边呢有个教堂，有一个教堂叫沙面堂，你看啊，还有写着欢迎来到沙面堂。这个里面呢，那些信教的人士在里面做一些礼拜啊等等活动。广东省基督教沙面会堂，这个是它的全称。这边也非常完善的一些卫生设备。这里放了一些小灯，到了晚上应该蛮不错的。这个教堂呢，19世纪初啊，是一个英国的传教士马里逊进入广州传教，慢慢就建成了一个教堂。所以中国人对于这部分的历史呢，非常的复杂。一边呢，就是因为这些外来的入侵者啊，或者说是那种比较强势的进入，使得中国呢不得不开放通商口岸。那想都不用想啊，这些外国人都是为了利益而来的。但从另外一个层面的意义来讲的话呢，就是因为这些人来了以后，传播了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当然也包括宗教信仰等等，就使得好几百年梳着辫子当奴才的中国人呢，突然发现了有另外一条路可走。那跟中国革命成功，我相信跟这些都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就打开的门呢，很难再关回去。但是中国历代的政权呢，总是想要愚弄百姓，总想把门关住。即便门开着呢，也在心灵上给大家筑一堵墙，就是希望呢，大家能够接受他的一套教育，忠于政权，或者说忠于那个王朝。但中国老百姓几千年来就受这样教育，如果没有足够的开放，那老百姓呢就不可能变得开明，然后很多事情呢，它还停留在传统的思想里面。这些呢，就是比较奇妙的一个循环，即便到如今呢，也并没有改变多少。以前的美国领事馆呢就在沙面，现在已经搬走了，搬到珠江新城去了。但是这边呢还留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使领馆、领事馆啊，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机构。其实这座岛呢，最早的时候啊，都是被各种机构给占领，因为外国人撤退以后啊，这些都收归国有了。但是呢，有一个倾向，就是这些年来呢，这些机构啊都被搬迁，然后呢，把这房子置换出来，慢慢恢复它以前的样子啊，就变成了一个旅游的地方，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想法。当然，这段历史本身呢，也是必须尊重啊。虽然说这个中间也有一些民族的屈辱在，但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呢，它又是使得中国慢慢的开放啊，就从那个时候就打下了一点点的基础。现在我眼前的呢，就是白天鹅宾馆。前几天呢，还跟朋友到这边来打过卡，在里面吃了一个自助餐。从这边呢就可以看白鹅潭最好的风景。当时我还在里面啊拍了一小段自助餐的片段啊，所以正好趁这机会呢，我也把它分享在这边。嗨，大家好。今天呢，和朋友一起来广州的沙面白天鹅宾馆来吃个饭啊。因为这边环境不错，正好在三江交汇的白鹅潭。
现在我们对面看到的就是大湾区的艺术中心，那个三馆合一的巨大的建筑物。就是这个江水啊，有些浑浊啊。最近广州1个月以来都是暴雨成灾，你看上游冲下来的各种的植物、垃圾还有死鱼都浮在这个江面，而且这个水涨得很高啊，你看都已经在这一层楼的平齐了，但下面其实还有2层地下的空间。这边呢是一个自助餐厅啊，看也是摆着各种各样的丰盛的食物。改革开放之初到现在啊，已经经历了接近40年的时间，就这个酒店呢还维持着相当不错的格调啊。最有名的就是故乡水这么一个园林的景观啊。不但是中国的食物啊，世界的各种各样的美食这边应有尽有。也会售卖一些自己定制的酒啊，其他的一些产品。这个是中国改革开放第1家的外资的5星级酒店，当然人所周知啊，这个是霍英东先生他当时捐建赞助的这么一个酒店啊，并且在过了20多年以后呢，完全就送给了政府，所以现在的产权呢，应该跟霍家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大概有这么样的一个缘由。好，我今天呢就不再进到这个白天宾馆里面了啊，我们只是在它的边上随意的骑行穿行一下。这边呢，不管是谁啊，到这边呢都会变得非常的放松。这边呢来过无数次啊，
但是还是用你经常到这边来逛。我们正对的这条高架路呢，就是专门进到白天鹅酒店里面去的一条道路。这边人在那里打太极，各种休闲活动啊，做了很多的这种雕塑，挺可爱的。现在呢，这边成了一个看白鹅潭艺术中心最佳的地方。我話男人你啊就話佬，屌梗唔過嚟啦，佢邊度敢過嚟啫？哇！一多唔敢過嚟嘅，邊個啊？你看这边有多少人在这边娱乐，很多都是集体活动，可能女生们穿着统一的像戏服一样的服装。你看这边还有很多长枪短炮，很多摄影的为他们拍照。这个呢就是白天鹅宾馆下面的一片休闲区域。这片水域呢，就是白鹅潭最开阔的地方，也是三江河流的地方。这是沙面这个历史街区。这边呢是广州人应该是最亲来的一个休闲场所，因为这边比较热闹，有各种音乐爱好者可以在这边载歌载舞。今天没有看到，以前有看到有人唱歌表演，非常专业。一個唔小心各种造型各异的生活化的雕塑以外呢，你看还有关山玉池的萧养石，这块石头啊，看上去放在这边也没有什么违和感，这可能就是广州包容的文化吧。
歌的场景，非常放松的这种感觉。我想起上次在上海静安寺也看过一个歌手的表演，那位歌手呢唱的声嘶力竭的，其实唱的也不错，但是唱出的很多那种悲情。但是我刚看到里面上面有在弹吉他，包括在这边设备、音响什么都能够抬到这边来，最终呢就是不但自娱自乐，而且呢在某种情况底下呢，他们实际上影响了很多街坊。这么大雨，这都钓上来了吗？有点令人惊讶啊！看来这个出现里面还是有大鱼的。这个怎样？很多人在围观你要钓鱼。不過嗱，我個當我哋個點點到喎，好大隻，好大隻咯！喺度水最少。这是一道广州老百姓的风景。就他们自娱自乐之外呢，也感染了很多街坊，就把这种生活的热情传递给了每一个人。我觉得这就是意义所在啊。这边呢，我就觉得我还是向前提前一段到一个比较开阔的江面，再去看看珠江。觉得在这个江岸可以欣赏一下风景。我的右侧呢就是珠江。我的身后呢就是人民桥，这个边上呢有很多历史建筑，你像这个左侧，我现在正对着就是以前的粤海关。
这边呢也是值得来留连一番的地方。你看啊，这边呢都是珠江游的船只候船区，南海神号、史努比号、可口可乐号，起的名字还蛮好玩。这边呢，应该是最好看的珠江的岸边风光了。但是对广州的珠江来讲呢，它也就是一段普普通通的江边的景象，没有特意的去做，或者说也很难去把它利用起来，变成一个每个人都愿意到这边来观光，有点像上海外滩那样啊，需要大量的武警在那边维持秩序的地方。这边呢还是非常休闲，你谁都可以来，什么时候来也不会有那么多人。你看，很多人在这边钓鱼，也有很多人在那散步，也有人像我这样在这边骑行。这一条正对的呢就是人民路啊，就是你看这个高架桥呢，就能看到的这里，就是把一条最有文化味道。以前也是商业大道呢，就完全破坏掉，变成一条暗无天日的街道。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败笔啊，但是也没办法。我是在阿全这个旁边坐。明天呢，我就要离开广州了，应该说暂别广州一段时间，所以今天呢，就趁着离开前的最后一天呢，随意的在广州穿行，也给自己呢多一些记忆啊。其实也是非常感恩这座城市，因为我这边呢，真的住了我的半辈子了，所以我对这座城市还是非常有感情的。当然了，我也并不认为它是唯一的选择，也并不觉得其他地方有什么不好。一个人呢，在一个地方待久了，总会对这个地方心存感情，或者把它当作第二故乡吧，大概就这样。但是我觉得做人呢，不要固步自封，但凡有可能的话呢，还是要有一定的自由度。你可以做出小小的选择，比方说，最起码你可以暂时告别一下你常住的城市，到四周呢去走走看看，或者说到其他地方去小住一段时间等等，去体验一下不同的人生、不同的
生活，还有得到更多的不同的见闻。这个也是我觉得，虽然每个人都要有个基地，或者说你心灵要有一个归宿，要有一种怎么说，就是你要能够回来的地方。但是呢，你还是要走出去，你要到世界各处去看看，以自己微小的能力是这么理解，也是希望自己能够这么实践的。前方呢就是海珠桥了，这个地方呢有海珠广场。前方呢就是天字码头，当然现在就是一个旅游的码头了。变成了。原本呢，我是打算在珠江的南岸骑行的，但是老师说讲这个南岸那边呢，
可看的东西不多，所以我还是沿着北岸这边跟江路这边的路骑过去。没有 MGL 的光谷，主要是它。刚刚骑过了天字码头，也骑过了海珠广场。我觉得应该我这顿收购我就结束我今天第3站的骑行。等一会儿呢，我打算从这边出发，去浙江新城找一个地铁站，然后坐地铁和骑自行车去。好了，我们一会儿见。